嗨，大家好。现在呢，我面对着一座很大的寺院啊。这座寺院呢，据说从元代就有了，历经元、明、清、民国到现在已经700多年了。这座寺庙呢，就叫东林寺啊。上面有个简单的介绍：建于元朝，原名观音堂，供奉的是观音菩萨。后来才改为东林禅寺啊。07年扩建或者说重建啊，到了08年8月份呢，全部完工。我已经听到了寺院里面啊念阿弥陀佛的声音。这边呢也是要卖票的啊。联票是30元一个人，香花券10块，参加观音阁呢10块，等等吧。据说现在已经成了一个4A 级的景区了啊。我呢因为是骑单车，就在周围逛一逛，看看新建的这个寺庙的雄姿啊。正对着寺庙庙门的是一个砖雕，非常漂亮的砖雕啊，都是一些成佛的人物，栩栩如生的雕刻在这个影壁上。现在呢，我正对的就是东林寺的正门。通过呢3座小桥啊，可以进到寺院里面去。对面的像一个建在山上的雕塑啊，应该就是观音阁，供奉的呢就是观音菩萨，非常有特色啊。建筑风格跟其他寺庙有些不太一样，倒是有点像藏传佛教啊那种比较新的一种造型。好，我就围着寺庙先去转一转啊。边上呢也是有一些仿古啊这样的街道，一些商店。精致旅行，温暖民风，这些商店呢，跟其他的一些老镇啊不同，它就是一个仿古的现代的商业街。所有的这些商店啊，都是一些新的品牌，仅仅呢就是建了一些仿古的建筑而已。东林街啊，可能就跟这个寺庙有关。边上呢有一条小河，古代的小镇啊，肯定都是依河而建的。看到这边的一些单位的介绍啊，这边呢应该是金山区的地界了。寺庙的边上的就是普通的街区了。我们也在老百姓的街区里面呢，随意的骑一段，走一走，看一看啊。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东林寺啊，明显的就是重新重建之后的一个寺庙。根据我刚刚看到的简单的介绍呢，从元朝经历明朝、清朝，历经好几个朝代700来年的这个历史中间呢，屡屡毁于战火，当然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最后呢，在2007年重建的时候据说只剩了一座大殿，完全是在之前的基础上有现在的政府呢出资重建。以前也跟大家聊过很多回，中国的文化呢，就是有一种自愈的能力就是屡屡毁于战火、毁于内斗、内乱的这些古刹、知名的这些楼阁、亭台都是会在后来的岁月中尤其是在经济有了复苏的这么一个时候得到重建和恢复。所以我们在上海周围看到很多的寺庙好像突然就雨后春笋一样的冒了出来。但其实呢，这些寺庙大部分都是最近这个几十年重建的。骑了一圈地方也不是很大，又回到了东林寺跟前了。那我们就重新的再看一看这座修的金碧辉煌的寺庙。这边呢，应该是一个进口真的非常与众不同的一种寺庙的装饰。我说的是这个庙门肯定有很多的典故，很多的寓意在里面，但是我们也就是所知甚少，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也就在这边看看热闹表达一下我们内心对一种民间文化的崇敬之情。好的，那去看一下。我到自己那个鞋子里看什么看？没有啊，我看见。
这边还有一个景点啊，叫船子园，是诸金东宁历史风貌景区之一，也作为东宁市2期的配套项目，位于东宁市风貌景区的西侧，因纪念唐代高僧传子和尚而得名，纪念一位唐代的和尚啊。这里呢就是船子园，有一条健康的步道啊，也建了一些休闲的长廊，就是一个市民的休闲公园吧。但是呢，它就是在东宁市边上的一片居民区的前面呢，建了这个小公园。整个公园包括这个东宁市啊，这片风貌区啊，地方并不大啊，转一会儿呢就转完了这片小公园。现在我们骑到外面去啊，看看能不能通过一条小桥骑过这条小河，到西林街啊去看一看。这边呢，完全就是市井之处啊，一条老镇的小街，完全就是老百姓的一个商业街了。看到没有啊？那我给你要。诸金公园路啊，继续向北骑一段看一看。这座从来没有来过啊，但实际上呢，就是金山的一座老镇。只不过呢，这个老镇啊，在这个几十年的这种发展过程当中啊，变得丧失了它原来的味道啊，变得就是一条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生活的街道了。但是这里呢，还散发着一些市井生活的味道啊。虽然这些店铺呢比较简陋，卖的东西呢也都是跟生活物资、食物为主啊，并不是一个高级的消费场所，但是呢，却跟当地人的这种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这里面就转到了诸金万安街，稍微大一点的一条街道上。
这边呢是朱泾镇紫荆广场，也是一个市民广场啊。看到不少人在这边跳的广场舞，是老百姓的那种休闲的方式啊。这边呢有更多老百姓啊，坐在这边打牌、下棋啊。哎，这个还是好多人呢。下象棋的、打扑克牌的，更多人呢是闲坐啊，在那边观战的。这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如果不是抬头看到有肯特基这样的快餐店啊，就有可能会恍惚又回到了旧时光。在这个市民广场上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现实。眼前的呢，就是上海郊区啊朱泾镇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状态。班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撤场，关门走人，摄影小亮不招真理之喜，这条叫万安街啊，边上呢有个台阶，可以下到这条河边去。这条河呢叫中观塘。可以来看一看啊，这就是朱泾的母亲河中观塘。现在呢，又回到了朱泾中心街啊这条路上，向我刚刚停车的东宁寺前面的那个停车场骑回去。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啊，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老镇，它在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面临的一些困局。一边呢，它也有理想啊，希望呢将以前的这种文化传承下去。而另一方面呢，现实又不允许，因为这边来的人呢，大部分是来讨生活的，都想依赖着这么一个小镇啊，开发更多的商业，做一些小买卖，养家糊口。这样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矛盾呢，哪里都有啊。古老的小镇啊，尤其是稍稍偏离中心城区的这种地方呢，矛盾呢尤其突出。所以在这边呢，可以感觉到老百姓生活的不易，同时呢，又可以感受到啊，发自内心的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种愿望，希望呢尽可能走出一条发展之路啊。已经在东宁市附近啊转了一圈了啊。今天呢，就以在东宁市跟前短暂的骑行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再见，拜拜。